去年的时候，其实就有跟大家公布说，我今年有一个新的事业，其实是跟 KOL 比较有相关的。很多人都留言说我看起来很累，那其实呢，是因为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ancy。今天的影片呢，想要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最近的近况。2019年其实已经过了2/3了，今年真的对我来说是很大改变的一年，然后也有很多新的 challenge。那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就是2018年的时候，其实每一年我都会给自己设下一些目标。那我觉得现在我就是想跟大家 update 一下，就是我目前最近的一些状况，还有我自己设定的这一些目标，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2/3年，我的达成率如何？那首先呢，其实我去年就有跟大家预告说，今年在一些内容产出上，我会非常着重在 YouTube 上面，要做这个自我提升的这个影片的主题。真的我就开始做了，从3月做到现在，其实已经做了半年，然后每一周都上一个这个影片。那我自己真的觉得很开心，是因为大家给我的反馈都是蛮正面的。那当然有一些主题是大家很有兴趣、很有共鸣的。那有一些我觉得可能是太严肃，或者是针对不同的年龄层，他们可能当下没有了解的需求。所以我周日的这个闲聊影片，老实说，那个影片观看数落差极大，但是我觉得无所谓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我做这个周日的自我提升这个影片，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把一些我自己学到的东西，或者是我自己获得一些启发的东西，可以用我的方式去呈现给大家。那这个企划做了半年，我觉得我获得非常非常大的成就感，因为很多人都留言来跟我说，就是因为周日的这个主题，让他们领悟到一些新的事情，或是学到一些不管是待人处事的方法，或者是理财或者什么的，就是我觉得让我觉得最开心也是最有成就感的，就是好像我做了什么是对别人带来很直接影响的。那这个企划我也会再继续执行下去，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，也都可以随时跟我说。顺带一提，就是因为这个周日的企划，也因此让更多人认识我。因为像我之前在面试的时候啊，就是几乎每一个来面试的人都会跟我说，他们看了我周日的影片，然后可能原本是不认识我的，然后是因为这个周日影片才认识我。因为这个周日的影片，其实我 YouTube 的订阅这几个月真的增加很快。去年2018年的时候才大概12万，我现在已经17万多了。所以我今年2019的目标就是我要破20万订阅，所以我觉得我再努力一点是有机会的。所以就 YouTube 的这一块的经营，我自己觉得还蛮在我的轨道上面，然后我会继续努力，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支持。再来呢，就是今年另外一个很大的转变，就是我买了房子，然后也装潢好了。新家装潢日记也已经分享过一连串的影片，我都会把就是连结放在旁边，大家可以去看。有了一个自己家的那个感觉，真的蛮不一样的。因为之前就是看房地产，我都是想说我要怎么样投资，然后赚钱，然后所以我在考量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说会比较着重就是买海外，因为目前为止以台湾的市场来看，其实是海外的获利会比较多。可是呢，我自己现在买了一个我自住的房子之后，觉得那一种家庭的凝聚力好像有提升蛮多的。现在就是到假日，我跟 Mike， 然后甚至连 Tristan 有时候都不太想要出门，就想要一直赖在家里，然后就会觉得因为家里很舒服，然后朋友也都很喜欢来我们家，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开心自己做的这个决定。因此花了很多钱，因为装潢真的很贵，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值得了啦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跟 Mike 就是这么辛苦的工作，就是希望可以给 Tristan 一个好的生长环境，然后我们自己也住得舒服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。再来呢，要来分享一个就是算是不在计划内的事情。前一阵子就是很多人都就是在我的 Instagram 或什么都留言说我看起来很累，然后要我多休息等等的。其实呢，是因为我怀了第2个 baby 了。
是真的肚子里面有 baby， 就是其实我之前在还没有公布之前，我影片呢我都会很刻意的去抓角度，先不要公开这件事情。其实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，不是为了说有那种传统的禁忌说3个月不能讲。其实我不公开的原因还蛮肤浅的，就是我就想要知道我肚子可以藏多久，然后别人不会发现我怀孕，因为这样子就表示我把自己的状态维持得很好。现在是大概4个月左右，然后因为第2胎真的肚子大的比第1胎快很多，所以基本上已经藏不太住肚子了。所以就是会想要赶快跟大家分享这一份喜悦。有了第1个小孩之后，就是很多人就会不断陆续的说，什么时候要生第2胎？第2胎这样。对我来说呢，就是要生第2胎这件事情，我其实是有一个心路历程的转换的，因为我这个人做事情就是很规律，然后我喜欢所有事情都照着我的计划走。那唯独生小孩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规划的，就是你没有办法说我想要明年3月生就一定生得出来，所以反而是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，我就是一直抱着就是随缘的心情。有 Tristan 之后，我已经觉得我人生非常的圆满了，就是我觉得已经很满足，然后很幸福这样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其实如果只有1个小孩也 OK， 就是我不会觉得我人生因此有什么遗憾。只是其实就是之前我跟 Mike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觉得说，好像是2个小孩刚刚好，就是觉得说，好啦，如果有的话是可以生2个。可是在这个期间内，我们都没有就是所谓很努力的去准备怀孕这件事情，从小到大就是生理期没有准过，就是他想来就来这样。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没有在算日子，一切就是顺其自然。因为我觉得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，我一直都觉得说它就是一个缘分。当我发现我怀孕的时候，我没想到真的怀孕了，就是真的要生第2个小孩了。而且我那时候发现怀孕的时候是我们正准备搬家的前大概2个礼拜吧，所以那一阵子我就是真的很累很崩溃。当时就是公司我们也在找新的人加入我们的团队，然后同时我要准备搬家，然后又发现我自己怀孕，所以那一阵子就是看起来真的很像鬼，然后就是这个疲倦已经从就是照片跟化妆都藏不住了。但是我现在已经过了3个月了，已经不太有那些不太舒服的症状，最近的状态稍微调理好一些了，所以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算是很兴奋的这个消息。最后一个人生的 update 呢，应该就是关于事业上的 update 嘛，因为其实去年我就有跟大家说，就是今年我开始了一个新的 business， 一直以来我都是属于蛮有企图心的人，所以当我看到我身边有什么机会，我就会想要立刻去抓住。大概是9年前开始做部落客，然后到现在转 YouTube。其实这一个 KOL 的这一块一直以来都是我的事业的一部分，就是它是我其中一个工作，但是我同时我其实会去投资其他东西，只是我比较想要把这2个领域把它分开来。这些我投资的东西就是我其他的私领域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特别公开过。但是我去年的时候其实就有跟大家公布说，我今年有一个新的事业。那这个新的事业呢，其实是跟 KOL 的事业是比较有相关的，可以稍微跟大家透露一点啊。但是因为其实刚开始，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就是那种没有做得很好之前，我不喜欢拿出来说嘴的。总之呢，一直以来我都觉得 KOL 这个产业是非常有潜力的，因为每一个 KOL 它的特色就是在于说，他所能够影响的人，这个 TA 是非常准确的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，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想说，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一个产业做得更好，这个 KOL 这块饼可以更大，让更多人可以去参与在其中。当然，就是最主要就是在内容部分，我们需要再更加的精进，然后需要让每一个 KOL 的这个定位是在更明确的，把每一个 KOL 当成一个品牌，然后去想办法让这个品牌是被经营的更专业更好。新的这个事业其实就是在做这些事情，然后我有一个很棒的 partner， 有一个很好的团队。那因为才刚开始嘛，所以就是现在都还在努力当中，但是基本上这个就是我
最近在做的事情，跟大家 update 一下。这影片就是真的就只是跟大家聊聊天，然后跟大家宣布说我有怀孕哦，所以之后如果变胖的话呢，就是不是因为我发福太爱吃或者小腹很大，我是真的肚子里面有 baby。最后呢，还是再一次就是感谢每一个看我影片的人、按赞的人、帮我把影片分享给朋友的人，你们给我的这些支持跟留言啊、反馈，才会让我就是更有动力去产出更多内容。最终还是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让我有这个舞台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。然后每周2、4跟礼拜天晚上9点，我都会更新新的影片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